一座城市建在火山脚下，地面上热闹非凡，股市高歌，黄金闪耀，比特币狂飙，人们举杯庆祝，好像未来10年只剩下繁荣。可是，在地下，岩浆正在悄悄聚集，就好像美联储的独立性正在一点点被侵蚀。这座城市的繁荣，或许只是火山爆发前的宁静。就在上周，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表面上这是一次普通的货币政策调整。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美国财政困境、全球去美元化以及白宫对美联储的潜在干预这个大背景下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不只是降息，而是制度与市场关系被撕开的第一道口子。今天我们先从这次降息开始，讲清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美联储这次降息是美联储2025年的第一次降息，也是继2024年3次降息后再次降息。美联储还预示今年还将降息2次，那么等于就说美联储承认美国要进入降息周期了。美联储背后至少有3大压力让它不得不低头。第一就是就业市场的割裂。最新的美国非农数据显示美国的失业率已经攀升到了 4.3%， 这是近3年以来的新高。年轻人和低收入人群的失业率更是超过了 7%。这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美国家庭的生存压力。当就业恶化，消费会疲软，社会不满会升高，对任何一届政府来说，这都是不可以忽视的风险。所以，美联储不得不在抗通胀和保就业之间选择后者。第二就是债务雪球的滚动。美国国债总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财政利息支出呢，一年超过了1万亿美元。高利率让财政部几乎是连利息都快还不起了，赤字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多人以为美联储是完全独立的，可是在现实当中呢，当财政已经被压到极限，货币政策不可能独善其身，降息是在替财政减负。第三就是全球风险的黑云。地缘冲突、供应链紧张、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如果持续维持高利率，美国经济呢可能会硬着陆，甚至会拖累全球的金融系统。降息是一场防御性的提前布局。降息的政策一出，市场立刻给出了极端的反应，标普500当天上涨超过 2%， 科技股领涨，黄金突破3700美元每盎司，不断的在接近历史新高，大有向上突破之势。比特币冲破了11万美元每一枚，重新点燃了数字黄金的想象。美元指数一度跌破了100，创下了近2年的低点。看似所有资产都在告诉我们，宽松周期已经重启。可是问题在于，这种狂欢是不是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隐忧呢？在历史上，美联储的降息几乎总能带来资产价格上涨的行情，但是这一次有3个特殊的背景。第一就是美国债务规模过大，财政部的承压已经让降息不再是政策的选择，而是唯一的选项。第二就是美元信用的受损，去美元化的趋势现在是越来越明显。中国、俄罗斯、印度都在减持美债，增持黄金，美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稳固了。第三就是全球资产荒，资金需要出路，现金在通胀下不断的贬值，结果呢就是股市、黄金、比特币成了被迫的蓄水池。这就意味着这一轮降息周期可能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加猛烈，不是因为经济健康，而是因为系统性压力的叠加。所以，如果只把这次降息看成是牛市开始的号角，那就有点太天真了。它的背后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美联储的独立性已经不再牢固。而更大的故事在2026年即将到来。当鲍威尔任期结束，当总统特朗普有权任命新的主席，美联储可能真正的从央行变成政治棋子。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将是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在美国的制度设计里，美联储本来应该是一个半独立机构，总统可以提名主席，但是不能直接下命令。这种安排的初衷就是避免政治短期利益来干扰长期的货币政策稳定。换句话说，美联储是美国金融体系里的刹车。当政府为了选票而拼命要加速的时候，美联储可以踩下刹车，确保经济不会失控。可是，如果司机本身不愿意听刹车的声音呢？特朗普就像是这样一位司机。回顾他的前一个任期，特朗普和鲍威尔的矛盾就几乎从未停歇。他嫌鲍威尔加息太快，打压了股市；他抱怨美元太强，损害了出口。他甚至公开喊话：如果我能解雇鲍威尔，我会立刻这么做。所以
这一届特朗普和鲍威尔的矛盾继续也并不是偶然。特朗普的核心经济逻辑就是低利率加弱美元，低利率可以托举股市，让它展示它的政绩；弱美元能够刺激出口，推动制造业的回流。可是问题在于，这种逻辑和美联储的传统职责控制通胀、保持稳定刚好是对立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暗战，白宫要加速，美联储要刹车。2026年5月，这将是鲍威尔任期正式结束的时刻。作为总统，特朗普将有机会亲手提名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这将是分水岭的关键。如果说今天的降息还可以被解释为经济压力的结果，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很可能直接被政治塑形。特朗普可能会采取以下3个动作：第一，直接换人，让自己人上台。他会选择一位鸽派盟友，支持低利率，配合财政扩张。新的主席将不再是刹车，而是油门。第二，他可能会改制，弱化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曾经公开提出让财政部和美联储更加紧密的合作。如果这套逻辑落实了，那货币政策就会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工具，而是白宫财政战略的一部分。第三，他可能会采取弱美元的战略。特朗普多次抱怨美元过强，伤害了美国的出口。他可能会推动一轮更激进的宽松周期，以此压低美元。短期对制造业有利，但长期会削弱美元的全球信用。如果这一切成真，会发生什么？首先，美国国内短期内股市可能会继续繁荣，仿佛进入永远的派对。但是通胀的风险会卷土重来，美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成本将会上涨，财富分化会更加严重。第二，从全球市场来看，美元的信用会被进一步侵蚀。当全球投资者意识到美联储不再独立，而是政治的工具的时候，就会逐渐减少对美元资产的持有和依赖。黄金、比特币以及非美元货币计价的资产都将成为避险的选择。第三，从国际格局来看，去美元化的速度会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减少对美债的持有，转向黄金或者本币结算。全球金融体系可能会从美元一极化转向多极并存。换句话说，2026年之后，全球金融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加波动、更少秩序的10年。有人会说，美联储是有制度约束的，总统不可能完全控制。没错，从协议上来看，FOMC 是由理事和地区联储行长共同组成的，并不是美联储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呢，法律也规定总统不能随意解雇美联储的官员。但是别忘了，制度本质上也是由人执行的。如果关键的位置都换成了自己人，独立性就会慢慢的被掏空。美联储的独立性看似牢固，但它的脆弱恰恰也就在于人。一旦政治力量足够强，那制度可能会变成摆设。所以今天美联储的降息只不过是序曲，真正的高潮将会在2026年上演。当鲍威尔退场，当特朗普有机会亲手重塑美联储的未来，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央行的选择，而是一个国家意志对全球金融的直接干预。这不仅会改变美国，也会重塑整个世界的金融版图。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普通投资者该如何生存呢？未来10年是一个风暴频繁的海洋。作为一名在大海上航行的船长，我们需要3样东西。首先，船体就是我们的核心资产配置。你的船体就是你的资产组合，它必须要稳固，能够承受风浪。这就意味着股市的配置不要过于集中在单一的某个板块，要分散到指数基金和长期的行业龙头。黄金要占有一席之地，不是投机，是为了保险。比特币或许可以作为船尾的小快艇、小仓位、高风险，但是它能带来额外的灵活性。第二，我们的航海图要全球视野化了。在风暴海洋当中，没有航海图就等于盲目航行。全球资产配置就是你的航海图，别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美元上，适度增加非美元的资产，比如说新兴市场、非美货币计价的基金，甚至是多元化的商品投资。第三，作为船长，我们的心态和策略要加强。再好的船也需要冷静的船长。投资者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市场，而是情绪。恐慌时抛售，贪婪时满仓，都是在给自己挖坑。未来10年，我们需要的不是追逐某一波的行情，而是要守住自己的投资节奏。接下来呢，我想特别提醒大家3大常见的误区。第一，就是把降息当作单纯的利好。很多人觉得降息就是利好，盲目加仓。但是降息的背后往往意味着经济的隐忧。第二，把比特币和黄金当作投资品。
黄金的价值是长期配置，不是短期炒波段。比特币可以作为对冲美元的信号的尝试，但是呢，绝对不能做你的保命钱。从长期来看，比特币或许会一夜崩盘，而这个明斯基时刻就取决于对比特币价值的社会共识崩塌的早晚。第三，把美元当作永远的锚。过去几十年，美元的确是无可替代的核心资产，但是未来它的霸权呢可能会逐渐被稀释。如果孤注一掷只压美元资产，将会是最大的风险。当我们回头看今天的这次降息可能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简单拐点，而是一个制度周期的深层裂痕。它告诉我们，美联储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全球央行，而是一个在财政压力和政治干预之间摇摆的机构。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危险在于波动和不确定性，机会在于历史上每一次大的转折往往都会创造新的财富格局。未来10年，世界金融的地图可能会被重新绘制，在这张地图上能否找到属于你的航线，就决定了你是被风暴吞没还是成为新的赢家。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